大家好，我是一画。今天一个好兄弟送来一只鹅，听他讲在家里面赶了3个小时，3个人才把它抓上来，怕它飞了，翅膀和脚都绑住了。今天我们就用它来给大家分享一道美食。我们用70度的温水将鹅的毛烫一下，因为鹅毛不好拔，有很多人喜欢给鹅灌点酒。鹅毛比较厚，用刀将毛刮散开来。其实我认为只要水温掌控得好，灌不灌酒都无所谓。如果水温太高，超过了80-90度，那么这个毛肯定拔不下来。一边烫一边用手试一下，全部进到毛就可以了，然后很轻松的就可以将鹅毛全部撕下来。接下来换上干净的清水，一边清洗一边将鹅身上残留的绒毛撕下来。有很多鹅毛跟鹅的皮肤颜色非常的接近，不容易发现，所以一定要用水一边清洗一边清理干净。鹅的脖子比较长，先把它砍掉，用刀将里面的内脏剖开，这个时候要小心别划到自己的手。我兄弟抓来的时候不知道是公的是母的，他家的母鹅在下蛋，还好是一个公的。先将鹅肉劈成2半，接下来将它改刀剁成大块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就是正宗的家养的家鹅，没有一点肥肉，比牛肉还红。用刀将它剁成小块，大家看看这些肉质的纹理，像这样的肉质，在做的时候千万不要焯水，更不需要腌制。全部剁好之后，将它装入碗中备用。所有的鹅肉都在这里啦。肉剁好了之后，还有余热。哇，太喜欢这肉了，特别的漂亮。接下来我们端上去炒。炒这样的食材，我用的是山茶油，将鹅肉倒下去爆香。因为锅比较小，翻起来比较吃力，我们在炒的时候一定要不停地翻动，让其受热均匀。这样直接下锅煎炒，可以炒干鹅肉里面的水分，还要炒出鹅皮下面的一些油脂，这样吃起来会特别的香。炒至鹅肉变色之后，加入生姜，继续翻炒。听一些朋友说过，有些人吃不了鹅肉，吃了容易牙疼，所以放入姜片会好一些。不断的翻炒，将姜片炒出香味。接下来放入1勺生抽，翻炒均匀。随着不停的翻炒，鹅肉里面的水分慢慢的出来了，这就是鹅本身的汁水。接下来放入几颗大蒜，继续炒香。喜欢吃辣的一定少不了辣椒，加入1小把辣椒，继续炒香。然后我们放1勺老抽，可以调色，也可以炒出一些酱香味。快速翻炒，给鹅肉上色。这个时候的鹅肉水分已经基本上炒干了，接下来倒入2瓶啤酒。啤酒里面有一些麦芽成分，既可以提鲜，又可以增香，还可以去除腥味。如果炒有腥味的菜，一般加啤酒都非常的合适。因为这只鹅养了差不多3年了，要炖的时间比较长，所以还要加入一些清水。开大火将其煮开。本来这个时候应该用高压锅，放高压锅里面压半个小时，但是高压锅压出来的
鲜味不会完全的释放出来，所以我决定扣上盖子焖2个小时。中途我们可以打开盖子，用勺子稍微的翻动，控制一下水分，又可以防止粘锅。像这样用文火慢慢的熬出来的汤，特别的鲜。接下来再扣上盖子焖，时间差不多啦，我们打开盖子，哇，太香了！还有一个秘密没有告诉大家，那就是盐不能放得太早。如果盐放得太早了，就没有这种鲜味了。盐往后放一点，吃起来照样有盐味，同时不会破坏它的鲜味。最后再加点蚝油提鲜。像这样的食材，什么鸡精、味精的就不用再放了。如果喜欢吃清淡一点的，可以不用放辣椒、酱油、蚝油都不用放，煮出来的清汤特别的好喝。因为所有的朋友都喜欢吃辣，我们再加点小米辣，这样焖出来的鹅肉香辣开胃。哇，汤汁收得差不多了，我一边炒都一边流口水，真的是太香了。这个时候的鹅肉已经炖烂了，差不多煮了2个小时，满满的都是汁水，用来下饭特别爽。最后再加一点蒜苗，翻炒几下，这蒜苗断生就可以出锅啦。一道集香辣鲜为一体的啤酒炖大鹅就做好了。接下来我们给它装入一个大一点的盆中，有条件的可以把它放在砂锅里，防止它变冷，因为所有的人都等不及了，闻着香味早就想吃了。我估计一端上桌，一定会遭到他们的疯抢。我可以想象得到他们吃得狼吞虎咽的样子。每次要是炒了一碗好菜，我要是不手速快一点，上桌一看连汁都不剩。如果您家里养了鹅，不知道怎么做好吃，你就私信给我吧，我有许多的做法，喜欢吃鹅肉的朋友就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并转发哦。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，我每天都会发布不一样的美食视频。我们下期视频见。